嗨，各位，我们今天要来开这台 Panasonic 的 Sample Roast， 就样品烘焙机。它是我请在日本的亲戚买回来的。这台是 Panasonic 请Ikawa 代工的机器，所以日本它没有Ikawa，它只有 Panasonic。然后其实我觉得它跟Ikawa的味道也是类似，可是不能说完全一样啊，但是我觉得蛮接近。所以当初我只是抱着一碗的心态来买它，但是买到觉得蛮划算的。这一台等一下再公布价格，它真的蛮便宜的。我们就开始来试它有什么功能吧。它的 App 还有一些东西都蛮类似，可以手机操控 App， 然后它有送我2包豆，也可以扫它的 QR code， 你扫完之后它就会有曲线给你，你就可以直接跑。这2包是日本寄来的。其实我觉得这一台的配置啊，比较像Ikawa Home， 因为它有一个测温点，它坐在离风口比较近的地方。Ikawa是它会坐在比较上面，然后那一根探温针比较贵。它有一个缺点就是你没有现成的线可以调出来直接跑，就代表你要有一定的烘豆知识。刚买这台的时候，我都花了大概1个礼拜的时间。这一台已经被我烘了差不多100多锅了啦，然后我才有找到它的比较适合的数据这样子。我也有记录一些东西，只不过我今天好像没带来。好，那我们直接先介绍它，看它怎么用。我们现在先打开，然后我只要扫它的 QR code 啊，它就会有产地的资讯啊什么的。哇，这个是巴西的产区，就是它有浅焙，它有深焙，直接按下去。他就会开始帮你做。这个是2013的世界冠军，这是他代言的，冠军代言的，代表他有一定的优点。各位稍微看一下就好了，因为我没有打算要用它的曲线。各位如果有喝过日式风格的话，会烘的比较进去一点，然后它会比较甜。接下来我们直接来到可以控制它的 App， 我们要开始烘。这边有很多做过记录的，或者是我在偷看别人的曲线，反正就很多。花了很多时间，一天都玩很久，在做数据，找一些看不见的东西。然后这边有当大师的，也有录大师的线，可是我没有打算跑，因为每个人工作的风格其实不太一样。我觉得3号修正算是我自己可以接受的一支了啦。你看，像现在我就可以自由的调整。今天要烘的是，这是巴西，蛮好喝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按 Start Roasting。他叫你先把豆子倒进去这上面，然后再按一下它的开关，称50克豆子，然后把它倒进去。倒进去之后，你就可以按。屏幕上啊，就可以看到它慢慢的升温。我今天的烘焙都要靠这只手机去完成。然后开始还会搅，然后转一下，让生豆放进去，然后再盖起来，就开始动。好，先这里。也要业配的就是我们这一台烘焙度测试仪，我觉得这一台东西对我的帮助真的蛮大的。我没有东西可以去记录我的参数，因为你会不知道豆子发生了什么事。假设你失温了，豆子内外差会变成怎么样，或者烘焦了，它又会变成怎么样。其实这一台真的是蛮实用，它有点贵啦，但是你如果想要更精进你的烘焙，我会建议去买一台。赚的钱基本上都花在机器上，因为还是要一直去补自己不足的地方，所以我才会买。我需要在烘焙上做调整的东西。豆子快烘完了，现在213，这台的爆点大概220。看到它现在开始在降，不好意思，刚刚没有讲到，这台它有一本使用手册，就是教你怎么用啊。不会用的话，诚毅他们的 YouTube 也有教你怎么用。然后他说你已经烘完了。拿出来，拿完了之后，你再把它塞回去，然后再按一下，它就会把豆子吹出来。好，那就完成了。然后接下来这只手机就没有用，然后测试豆子，还蛮轻。好，我们现在测它烘焙。好，我们先把它整平。
测豆子的一个豆子的图，厂商。按一下 Enter， 得到了71.1的外表，现在就把它磨开。我觉得它真的蛮香的，杏仁果或者是夏威夷果仁那种香气结构比较扎实，有油脂感的那种坚果，看起来是蛮强的。因为经费关系没有小助手，所以我只能一个人做。好，来测粉吧，测粉就是下面这个。哇，外差是96， 71、96，代表是我们内外差差了25，是一支非常浅，可能不会熟的东西呢。不过，等一下来试试。我们先去把这支冲出来。好，我们的巴西到了，先闻一下。满满的坚果味。我靠，它有熟哎，差25哎。我觉得我在喝一支坚果茶的感觉，还蛮好喝的，然后它也有尾韵，我蛮喜欢的这一支。其实这支豆子我之前有试烘过，我一喝我就觉得哇，这个生豆品质不错。可是这一支耶加完我就没有成它。如果有兴趣看我烘这一支的，你们就留言，不然我才不要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结束了，感谢各位的收看，然后大家拜拜。